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绩效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Oh my god！ 我的上帝！伊克特地下控制室，报告，目标已摧毁。凌晨4点钟，蓝冰伸了伸懒腰，终于做完了。这系统卖的药水果然非同一般啊！你们怎么也守在这里？你一个人为我们改进雷达，我们怎么好意思去睡？你这是做完了？做完了。车间流水线我都给你们改造完毕了。我去，那就是可以马上生产了。对呀，现在就可以。太好了，老张，马上以最快速度生产出来。咱们不需要论证吗？论证个锤子，小蓝子做出来的，肯定错不了。快去生产，晚了就来不及了。好，我马上去生产，保证能够赶上。蓝冰看他们神秘兮兮的，也没有去打听，和武静静一起乘坐专机飞回了魔都。什么？你要带着蓝冰的防空雷达去参加燕京的军博会？这款雷达的性能和参数，咱们自己都还不清楚呢。能够扫描发现隐形战机就足够了，可是能不能探测到，咱们也不知道啊。我想这东西伊科特现在急需，顺便能检验性能。万一探测不到 B5 隐形轰炸机怎么办？那咱们就说是技术缺陷，再回来维修就是了。现在伊科特也深受 B5 其害，这根救命稻草，你猜他们会不会去抓？好，就按你说的吧。咱们标价2个小目标，首款打1折，报价2000万龙币。3天后，燕京军博会，一个身穿白袍、戴着白色头巾的伊克特大胡子被熟人介绍，以2000万龙币的超低价格拿走了一套据说可识别隐身战机的相控阵雷达神木，从秘密渠道回到了战火中的伊克特。现在只能靠弟弟阿古柏和舅舅阿莫西的好消息了。国王陛下，大臣阿古柏和阿莫西回来了，快请进来。你们找到了克制米国 B5 轰炸机的武器没？王，俄熊的首席科学顾问说，米国的 B5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没有任何导弹能够对它造成威胁。哎，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王，跟他们谈活吧。和谈？他们会不会突然变脸？我这次前往龙国，买了一款相控阵雷达，他们说可以探测到 B5 的存在。哈哈哈，我的外甥，这鬼话你也信？连俄熊都做不到，你觉得龙国能做到吗？更何况便宜没好货。我觉得我的朋友不会骗我，龙国人一向看重自己的信誉。没错，龙国的信誉是全球最好的。要不试试吧？试试就试试，区区2000万龙币而已。希望龙国不会让我失望。好，马上装备使用吧。是。雷达已经安装完毕，是否急用？急用，快！若是不行，那就只有弹劾了。王，罗雄提供的情报，米国 B5 轰炸机已经再次升空，目标未知。陪我找到这个幽灵，一定要保佑啊！3个小时了都，依然一片死寂。突然，报告指挥所，西南方出现不明飞行物，是否进一步跟踪锁定？难道这雷达真的找到了？给我锁定它，快！是，雷达已锁定，请求导弹摧毁。给我摧毁它，快开1号战略巡航导弹。不，别用1号，用4号，那是从龙国购买的，信得过。是。3、2、1，开跑！保罗，快看看吧，等伊克特投降了，以后就没办法欣赏这遍地开花的美景了。笨，多看看不留遗憾。怎么回事？是不是雷达出了故障？不，我们被锁定了。绝对不可能，没有雷达能够发现我们。有不明飞行物正在向咱们飞来。Oh my god！ 那是巡航导弹。呼叫总部 ，B5 被锁定，请求支援。总部收到，请不要开玩笑。我的上帝！伊克特地下控制室，报告，目标已摧毁。2小时后 ，B5 残骸被运往阿布拉的地宫中。终于斩杀了这个幽灵，龙国才是咱们真正的朋友。太好了！阿古柏，替我好好谢谢你那个朋友，我也要前往龙国访问。另外，这神木雷达，咱们再采购20台。他们说这雷达原价2个亿，这才是友情价而已。很好啊，不能让我的朋友吃亏。凌晨3点，龙国航空航天研究院 B5 幽灵轰炸机被打下来了，被咱们的雷达发现的，之后又被咱们的巡航导弹给打下来了。这怎么可能呢？他才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啊！这就是他说的举手之劳，这就是他说的小玩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现在在哪？到龙科院没？赶快把他请过来，请不来就抢，抢不来就绑，绑不来就迷晕了往回扛。您这……蓝冰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偶原物，很快就回到了龙科院。航天研究院那些人就是一帮土匪，不过是进去借个东西，就想要把人留下，简直不要脸！下次别想再进咱们龙科院的大门。老胡和老刘不过是给我开个小玩笑。开玩笑？你恐怕是不知道他们的狡诈和奸猾。总之，你以后要当心一些，不要被这些大灰狼给吃了。什么？他们还有脸过来？我倒要看看他的脸皮怎么会这么厚。
1000亿龙币，只要你们同意蓝兵调到我们航空研究院，我们愿意支付龙科院1000亿费用，同时还愿意共同开发太空项目。听到1000亿，袁大为整个人都愣住了。若是真的能够把这1000亿给拿到，可以支持多少青年学者的研究啊？没出息！你知不知道，光是蓝兵随手给他们做的雷达，昨天直接打下了全球最强的 B5隐身轰炸机，帮助伊克特瞬间稳住了局势。吴老可以啊，消息如此灵通。废话，你当我儿子是吃干饭的吗？武轩的儿子武卫国可是专门搞军工的，这次神木在伊克特如此黑马的表现，怎么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好了，别废话了，明确告诉你们，蓝兵是我们魔都龙科院核能研究院的，你们谁也别想觊觎。想要请他去指导工作，可以呀，每次顾问费暂定1000万。老五你就帮帮忙，我们真的急需蓝兵来帮忙提高我们的航天事业。少废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当初陆老虎、薛墩子也是这么说的。告诉你，想要把蓝兵调走，没门！老五，现在也就你说话最硬气。那是谁让咱们的宝贝孙女儿近水楼台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回去我非得把我儿子给揍一顿不可。行了好了，别说那些没用的，记住这些个混蛋，下次再来咱们龙科院，先打断2条腿。现在看来，让蓝兵来咱们这工作是不可能了，只能选择合作了。学习军工研究院，这小子会接受吗？会接受的，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都无比的热爱这个国家。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一个技校生而已，恐怕早就已经被淘汰了，你就不要抱什么幻想了。也对，一个技校生而已，他能有多大能耐？哦，对了，年轻人不都是喜欢超跑游艇什么的吗？你看着给他买点，就说这神木雷达的知识产权奖，送他几个亿都不为过。再送点咱们航天研究院的土特产，比如私人飞机、直升机啥的，能送的全部安排上。这能行吗？不行也得行。您没看老五头都把自己的宝贝孙女都搭上了吗？这好，我马上安排。蓝兵回到魔都，就一头扎进龙科院复兴楼，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这个竟然是液态的。大蓝教授，我们拿样本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它的性质比较特殊，竟然兼备金属和非金属的一些特性。这个偶原物确实和咱们元素周期表中的物质不太一样，也正因如此，它才能赋予其他物质不一样的特性。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没见到过呢？现在对原有的合金工艺进行改进，在第54道工序的时候，把这个偶原物以10万比1的比例加到钛镁合金中。是，如果不出意外，3天之后，发动机的主材就被生产出来了。与此同时，蓝兵也完成了专门用于装配发动机的核动力反应器。核反应能量经过转换器将腔体中的空气进行电离，强大的电离子将风推出，完美，就等一切就绪，进行最后的装配。教授，谢谢您，我的论文被 Science 接受了。我的也是。Science 啊，全球顶级期刊，科学家的战力排行榜，发一篇就足以功德圆满，原地飞升。哦，正常，不用谢我。我还接到了 Science 主审的电话，邀请我去美国耶鲁大学讲座，不过被我拒绝了。我也是，我接到了加州理工科教主任的电话，我也拒绝了。拒绝了也好，如果你们不拒绝，恐怕就回不来了。去了回不来，什么意思？难道他们还会扣留我们？这谁说的好呢？你们只需要知道，不去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大蓝教授，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礼物，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把这个名誉还给您。另外，龙科院奖励我们每人100万，还要给我们破格提拨教授，我们受之有愧啊。是啊，给你们的，你们就拿着吧。这些东西我也看不上，哈哈。可是您也需要啊，毕竟您现在也只是4级教授。若是有这2篇文章，没准你就可以评3级教授了。有了职称，才有地位，地位稳固，才有话语权，这是万年不变的道理。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之前都说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咱们复兴楼这里，绝对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给在场的每个人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 Science 上发表文章，每个人的职称都绝对拿得出手。大蓝教授，您竟然把自己的论文交给我们评职称，拿奖金？怎么？上次不信，这次信了吧？快干活吧！龙科院龙华大道上，我的天哪！宋季是那个之前连毕业都困难的学生，现在竟然发表了 Science， 是祖坟着火了吗？什么祖坟着火，还不是大蓝教授的功劳？贵了，早知这样，哪怕当初给大蓝教授扫地，我也愿意啊！走在路上的马蓉和杨雪看到那上面的横幅，瞬间感觉自己手中那篇文章不香了。哎，马蓉，不是我说你和大蓝教授相亲，怎么就没抓住呢？你要是真的成功了，恐怕 Science 会给你一个封面都不是问题，没准诺贝尔奖都是你的了啊！实习生周辉的家中，混蛋，
老子拿这么多钱给你铺路，你怎么就不中用呢？你若是在蓝教授面前表现稍微好一点 ，Science 的文章不是唾手可得吗？有了那文章，哈佛、耶鲁、加州、帝国理工这些顶尖大学，你想去哪个不容易？同样被暴打的还有和周辉一起对蓝冰各种不满的潘俊。此刻的他已经被老爸暴打一顿，赶出了家门。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小兰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你回头瞅瞅，若是有啥不喜欢的，我再给你换。老刘，咱们都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对，是自己人，那你也千万别跟我客气。那我先谢过了。自己人，客气啥？对了，你上次改进的神木雷达，帮助伊克特彻底解决了危机，他们已经再次订购了20台。伊克特国王阿布拉会在下个月访问龙国，国王希望能够当面谢谢你。还是不去了吧，我的核动力发动机马上就要完工了，正是试验的关键阶段。其实这次除了金主冤大头国王，让他们以后买更多的产品，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想见你，准确的说是想要请你帮忙。好吧，不过我只有3天时间。好，保证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燕京豪华别墅中，国民大明星米歇尔，也就是蓝冰的前女友，刚刚结束拍戏。康哥，我这次到底能不能接 CC 的广告啊？那个 CC 的广告还在谈判中，我尽力吧。不过我今天从上面打听到，1个月后会有一个大人物来燕京，听说是伊克特王国的王，届时会举办晚会，需要一些美女暖场子，各路名媛上流都会参加，甚至还会有各种大佬，是你拓展圈子的好时机，你要好好把握。伊克特王子，他们不是前段时间还在打仗吗？你那是老黄历了，听说他们从咱们这里买了一款神器，把米国都给杀退了，现在已经在和谈。他们是石油大国，出了名的人傻钱多。咱们龙国还有这么厉害的武器呢？要是能和他们的王子传点绯闻啥的，更是可能一飞冲天了。康哥，你放心吧，我这次会抓住机会。哦，对了，你让我查蓝冰，在龙科院已经查不到了，一个技校生而已，恐怕早就已经被淘汰了。你就不要抱什么幻想了。也对，一个技校生而已，他能有多大能耐？看来蓝冰和米歇尔到底还是2个世界的人。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哇哦，全球限量款的帕劳尼，全球只有5辆的那个，我记得这车子售价1.2个亿，问题是有钱都买不到。老刘，你这礼物太贵重了，你值得拥有。蓝冰将所有的环节全部再次审查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刘老来了，正在外面，你要不要去看看？啥？老刘？他来这里干什么？老刘，你怎么这么闲，还专门跑到这里来？这不是给你送礼物来了吗？你小子上次随手帮我们弄了一个小玩意，就帮我们挣了大钱。真不用，我现在吃的喝的住的都有了，吴老都帮我安排好了。那是吴老给你的，我们的是我们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在魔都买的一套超级别墅，鉴于你的贡献，现在是你的了。我要别墅干什么？我在龙科院分的那个2室1厅的公寓正合适，离实验楼也近。你可以不住，但必须有。哦，对了，老胡说年轻人都喜欢跑车，所以我就给你随便订购了一台德意志的帕劳尼，因为有合作关系，专门定制的。哇哦，全球限量款的帕劳尼，全球只有5辆的那个，我记得这车子售价1.2个亿，问题是有钱都买不到。老刘，你这礼物太贵重了，你值得拥有。蓝冰做梦都没有想到，当初只是一个技校生，可现在这简直是名利双收。另外，我们又给你准备了一辆顶配版的降龙直升机，这个正在走程序，估计要2-3天才能到。啥？还有直升机？你就说喜欢不喜欢吧。嘿嘿，说实话嘛。当然是说实话了。不大喜欢，太糙，太 low 了。蓝冰作为一个在未来图书馆里面成长，眼界和见识已经长了太多。太糙，太 low。这帕劳尼可是百年老字号了。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车子您还是开回去吧，直升机暂时留下吧。没车怎么行？我再找人给你定制一辆，保证你满意。哪有男孩子不喜欢车的？其实刘明生说的对，蓝冰也喜欢这车子。这样吧，老刘，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个汽车制造商，我自己设计一款汽车？看到那些来自未来的汽车，确实也心痒难耐。啥？你要自己给自己设计汽车？难道你之前汽车也做过？那倒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学现卖啊。成吧，我给你联系一家汽车公司，龙汽集团总部。什么？刘老，你没给我开玩笑吧？真的有人要自己设计并生产自己的汽车？到时候他把图纸给你，你帮忙照着加工生产出来就行。没问题，我马上组织专家组，到时候车子万一有设计缺陷，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去改造。缺陷？那应该不会有，你们直接照着做就好。万一做出来没办法开，那岂不是尴尬哥？你太小看这位技校生了，别怪我没提醒你。
到时候这位去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好好学着点，机会来了，你要把握住。刘老，您这说的有点太夸张了吧？要说飞机导弹，我们不懂，但是要说这汽车，我们可不服气。哎吆喝，还不服气了？希望你到时候还能这么硬气，千万别趴下。绝对不可能，我们的汽车技术已经是世界最前沿了。那成吧，我等着你硬气到底。算了，不管了，我还不真不信谁能教我们龙汽集团做事。隔行如隔山，在汽车领域，谁来了都照样是弟弟。龙科院复兴楼报告大蓝教授，核动力反应舱加工完成。报告大蓝教授，核动力推进舱制作完成。报告大蓝教授，核动力反应堆能量转换器已经安装完毕。嘿嘿，终于要制造完成了。联系航空航天研究所，安排发动机测试试验。哦耶，好的。给各位股东发消息吧，告诉他们这发动机已经研发成功了，现在要进行试验阶段。他们要是想看的话，可以过来一起参加。股东？他管出实验经费的叫股东。消息瞬间就被武静静传达了出去。什么？研发成功了？确认是飞机发动机吗？确认。确认是核动力航空发动机？确认。哎呀，爷爷，你烦不烦啊？你爱去就去，不去拉倒。去，必须去。通知武轩后，武静静也拨通了薛刚的电话。薛老，发动机已经制造完成，近期准备进行测试，计划在航空航天发动机测试基地，欢迎您来观摩。好，我一定准时到场。挂断电话，薛刚直接跑到了陆老虎那里。航空旅少将冯斌也在。什么？这才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做好？你之前不是说发动机至少要5年起步，10年更迭吗？人家是咋做的？薛墩子，是不是你当初压根儿就没好好干活？你懂个屁！按照常理就得这么长时间。那蓝冰老弟是咋做到的？他压根不能以常理来猜度。说到底还是你不行。你北伟，听说蓝冰上次随便捣鼓出一个雷达，直接就把米国的 B5轰炸机给收拾了。现在全球不知道有多少个国家都偷偷装备了这款雷达，搞得米国总统出来抗议了好几次。一台2亿的雷达就压制几千亿美金造价的 B5，真是大快人心啊！好，给咱龙国长志气。上次他走得早，下次非好好和他喝一杯不可。这边助手林明也给刘明生打了电话，安排好了一切。不知道他的这款发动机能够强悍到什么地步。蓝冰就准备好了一切。和传统的那种巨大的发动机不同，这个核动力发动机看起来更加的轻巧，也更加的小巧。这就是方舟反应堆离子发动机吗？太科幻了，比科幻电影里面的还要充满科技感。这不是发动机，更像是艺术品。大蓝教授，这款发动机您准备叫什么名字？不如就叫飞龙1号吧。飞龙1号，还不错，俗是俗了点，但也叫得出口。2天后，航空研究院准备就绪。大蓝教授啊，咱们又见面了。老刘，这次又要麻烦你了。这说的什么话啊？都是为了咱们龙国。更何况，我巴不得天天有这样的麻烦事儿呢。在龙站等警卫人员的护送下，飞龙1号被送到了试验基地。这个就是核动力发动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造型的发动机，太丝滑了，太美了，这就是艺术品。老刘，过奖了呀。我们马上要进行第7代战斗机的研制，不知道这个发动机能否提供足够大的动力。一会儿试试不就知道了，哈哈。听说这个蓝冰可是科学狂人，我感觉肯定能够带来惊喜。听说之前几个重大发明都跟完似的就搞了出来，这次如果成功了，咱们就真的实现弯道超车了。不好，测试仪的房间要塌了！停歇，快停歇！请求再次终止试验。看着这耗资几千万建造的实验室塌陷，心中自然有些心疼，可是更多的是惊喜。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整个航天研究院都在关注着蓝冰研发的核动力航空发动机，一众大佬全都就位，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子，正是龙国前科创部一把手，现武器装备部首长涂洪波。希望这次能够成功。就算不成功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近已经突破不少了，米国的U7侦察机还有 B5轰炸机都是世界公认最先进的科技，都被咱们给解决了。呵呵，世人都以为这就是他们的顶尖战力，其实不然。据最新情报，在他们的 B5和 U7遭到打击之后，他们再次推出了最新型的机型，可能是第8代机。什么？他们米国居然还留一手？所以上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搞出第7代战机，来缓解这种科技差的压力。您就放心吧，我们院的蓝教授就是一个科技狂人，他什么都造得出来。这些年米国的代际更迭速度变慢，武器升级速度变慢，就是他们故意放出的烟幕弹。但想要对咱们形成降维打击，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加油，咱们还有希望，还有时间。希望你说这个天才能给咱们带来惊喜。飞龙1号的第1项测试是推力测试，
也是发动机最重要、最能体现发动机性能的测试。你把大致情况给涂首长介绍一下呀，倒是。目前咱们第一梯队的发动机推力主要在15到20吨之间，米国的稍微先进一些，可以达到20到30吨。不过经过蓝兵的改造下，现在已经能够造出承受40吨推力的合金材料。我听说他研发的这款发动机是核动力离子发动机。是的呀，这是一大亮点。相比于燃油，核动力发动机更持久，就算是推力稍微弱点，也算是巨大的成功了。若是能够达到40吨，那就完美了。哈哈哈，蓝兵可是咱们的大功臣了。40吨估计达不到，估计10吨的推力是有的。别说是10吨，就算是20吨，蓝兵都未必满意。之前他改造涡扇发动机就可以承受40吨的推力了，大的不搞，搞小的，开什么玩笑？不过当着涂洪波的面，他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蓝兵，龙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全看你了。8号推力测试实验室，这个飞龙1号看起来如此的渺小，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大力神。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预备，3、2、1，启动。半分钟之后，一条动力测试曲线形成，巨大的曲线斜劈而上，瞬间达到了峰值。报告，发动机推力测试成功。从启动到最大值最快18秒，峰值波动率2%，推力稳定50吨，应激时间18秒，稳定推力50吨。这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可能应激时间如此短暂？峰值波动率怎么如此小？推力怎么会如此巨大？应激时间越短暂，表明飞机越能够快速升空，越能快速地投入战斗，分秒必争的战场，每一秒都必须争取。这样小的体积，若是4台放在一起，那该是多么恐怖的能量加持！涂洪波也从震惊中惊醒过来。恭喜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哦耶！你们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国宝啊！走，我现在要见见你们说这个科学狂人蓝兵。就在众人准备下去给蓝兵道喜的时候，武轩看着屏幕突然说道：“这试验好像还没有结束。你们看，推力曲线好像又增加了。我的天！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坏掉了？是不是？2秒，推力从50吨瞬间爬升到80吨，几乎瞬间可以提高几个马赫的动力。报告，确认推力第2能级测试，推力达到80吨。这就是核动力方舟反应堆发动机的威力吗？好像不是，它好像还在加速。怎么回事？报告，推力测试仪达到阈值，爆了。测试仪爆了。这么哇塞嘛！他们之前对这个航空发动机测试仪设定的推力最大阈值是150吨，而这他们还嫌有些大，因为正常发动机的推力大多都在15至20吨。还有没有更大的？有了赶紧给我换上。报告，这已经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的最大上限的推力测试仪了，再有就只能是复合发动机测试仪了。那就快去用复合发动机测试仪去测试啊！所谓的复合发动机，之前是为了几台发动机共同推动的情况下才会用到的一种测试仪，没想到一台发动机就直接用到了。好的，我们这就去准备。老五，蓝教授设计的这个发动机理论最大推力是多少？这个不好说，按照我从他的资料来看，这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应该是在180吨左右。如果不考虑寿命损耗的情况下，最大可以达到200吨。什么？200吨？这旁边众人也完全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在眼前。这发动机准备装备在什么地方？具体装备在哪里还不知道，但是蓝兵说这个发动机的综合性能绝对能够吊打现在的所有发动机。若是之前没有人会相信，可是现在他们信了，无比的相信。报告，新的测试仪已经装备完成，可以进行测试。那赶快测试啊！还等什么呢？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在这里可能要见证龙国航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准备完毕，请求进行测试。3、2、1，启动，直接进行3级测试。是200吨了，推力200吨了。这一台发动机动力就足以抵得上米国 U7 侦察机的最大起重重量，还在涨。我220吨，250吨，我的天哪，250吨，整整250吨！不好，测试仪的房间要塌了！停线，快停线！推力250吨已经是这间实验室能够承受的极限了。报告，极限推力250吨，波动率为5%，功率输出极其稳定，但实验测试房间因承受不住已坍塌，请求再次终止试验。看着这耗资几千万建造的实验室塌陷，心中自然有些心疼，可是更多的是惊喜。这发动机真劲爆，简直太劲爆了！哦耶，成功了！大蓝老师太帅了！哦耶！
各位，咱们去见一见蓝冰这位大人物吧，他可能是托起整个龙国太空事业的人。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这是发动机，这简直就是个怪兽啊！千真万确呀！这发动机装在运输机上，得有多大的动力？我看直接安装在这座大楼的4个角上，都可以带着龙飞走了。首长，您格局小了吧？什么？这格局还小？那你说他准备用这东西干啥？他说这只是 mini 版本，真正的终极版本能够排山倒海，斗转星移。排山倒海，斗转星移，这夸张了吧？您试着理解一下呗。难道这发动机想要改变星球运行轨道？为什么不行呢？只要动力足够强大，有何不可呢？咱们蓝星是人类的摇篮，可是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未来人类必将走出去，但宇宙何其浩瀚，仅靠飞船，后续供给终将不足。或许我们可以模拟重造一个微小版蓝星，带着小型的蓝星穿梭于宇宙中。老五，你老实告诉我，这疯狂的计划，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不是我的计划，我甚至连想象的勇气都没有。蓝冰是蓝冰的未来的规划。他说，人类就算是以光速前行，探索上亿年，也不可能完成对整个宇宙的探索。各位，咱们去见一见蓝冰这位大人物吧，他可能是托起整个龙国太空事业的人。众人很快来到了楼下。吴老，听说您和蓝教授关系非同一般。蓝冰的事业在最初不被看好的时候，是您的支持让他的工作顺利开展。这不过是我应该做的。首长，您这话说的一点没错。老五头这老狐狸从一开始就设了套，现在看来是要收网了。是啊，蓝教授的时间可都是静在管着呢。他在蓝教授身边一句话，可比我们100句都要强。武轩这个老狐狸真是好算计。你们说什么呢？谁是老狐狸？小心我一会儿跟我孙女说你们说他坏话。别，老五头，我那里还有徒弟送的50年的毛酒，改天给你送去。老五头，你说的那个研究项目，咱们可以共同研究，但是你得给静静说，让蓝教授也加入。放屁！你那什么破项目，蓝冰才不稀罕！哈哈！既然吴老您和蓝冰这么铁，那一会儿您可要好好给咱们说说。这一点你放心，蓝冰这小子能力出众，爱国这一点上同样毫不含糊，有大局意识，只要有益于国家，绝对不会不舍的。我相信，我完全相信。很快，众人浩浩荡荡地朝着推力测试室走去。这次的数据虽然达到了想要的效果，但是还需要再次改进，里面的细节处理的还不够完美，严重影响了性能的发挥。但是这个数值已经领先世界最高值了呀！反应舱中的电离效率还是有点低了。吴老，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他们已经来了很久了，怕打扰你，所以就一直站在这里等着。你也真是的，怎么能让他们在这里一直站着呢？下次可不许这样。武轩看着自己的宝贝孙女和蓝冰配合得如此默契，不由得挺胸抬头，趾高气昂。啥叫有样？这就是不碍事，我们也正好站着看看。下回您来直接叫我一声就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武装部的首长涂洪波，这次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门过来看你的发动机试验的。小篮子是吧？你可以直接叫我老涂啊。老涂您好，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小年纪就已经做出了别人穷尽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地步，令人敬佩。老涂您过奖了，这都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我在监控室一直查看着这推力测试，这发动机的推力性能，我感觉足以一举超越美国和俄熊，在发动机的制造上再也不用受制于人。谢谢老涂，这发动机还需要改进，还不完美，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这测试是已经坏了，推力测试仪也爆表了。就是嘛，发动机性能已经足够强大了。老胡，这推力测试仪的维修还有下次修建，务必尽一切办法满足蓝教授的测试要求。所有的费用直接走军部，我给你特批。好嘞，保证不会再掉链子。报告首长，我们军工研究院也有发动机研究部，而且这次是我们军工研究院和龙科院一起合作的项目。我们请求同样修建相应的实验基础。另外，我们希望蓝教授的发动机装配之后，我们军工研究院占第1个名额。还有这事儿？这次的发动机计划确实是吴老、钱老还有军工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才做出来的，研究团队也是军工研究院的众人通力合作帮忙做出来的。非常好，你们做得不错。我回去就给你们颁发一个集体1等功，而蓝兵必须特等功。另外，这次花费多少经费，我给你们报销。谢谢首长。
走吧，正好给你安排好了庆功宴。走吧，劳逸结合，不能再废寝忘食了，否则下次再晕倒，我就不管你了。什么？蓝教授还晕倒过？首长，您是不知道，他做方舟反应堆的时候，一连3天几乎不吃不喝不睡，最后直接因为血糖低晕倒了。做发动机的时候也是如此。蓝教授身上颇有老革命之风，不过以后还是要请你爱护身体，劳逸结合。我没事，年轻精力旺盛。那也不行哦，不能过分的透支身体。就是你要听首长的。静静，给你一个任务，以后就好好盯着他，若是不按时吃饭睡觉，你就报告给我，我让他强行休假。好嘞。啊，听到没？以后再不听话，我就找首长打报告。哼，知道了呀。你马上安排把军部保健组9组的林教授拨调给蓝兵，负责他的身体健康。好，我马上安排。蓝兵虽然是个年轻技校手，但他有一颗强国的心。龙国的军事绝不能让老母和老欧碾压，他要将未来图书馆里的科技在龙国全部实现。哎呦呦，我的老腰啊！随后，众人到达首长给蓝兵安排的庆功宴之中。哇靠，庆功宴居然在航母里，这简直帅呆了！大蓝教授啊，我听老五说你有更宏伟的蓝图，不知道这宏伟的计划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还早，虽然这发动机性能还凑合，但是离我的设想还差10万8千里，所以我准备先把它装备到飞机上，发挥点作用。这叫性能还行，先发挥点作用。哦，怎么装备到飞机上呢？因为目前剩下的材料仅仅能够生产2架飞机，而且只能是战斗机。战斗机？如果仅只能生产2架飞机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于其他机型的装备，比如运输机、侦察机等等？首长放心，虽然是战斗机，但是综合性能会得到不小的提升。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直接告诉他们就可以，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研究。谢谢首长，叫我老涂。好，老涂。接着便是觥筹交错，所有人都举杯与蓝兵碰杯。蓝教授，听说你带了1届毕业生，发了3篇 Science， 2篇 Math。给他们稍微弄了一下，主要还是学生们做出来的成果。谦虚的过头了吧？这都是全球顶尖期刊，不是野鸡期刊。蓝教授，不知道您对汽车发动机有没有研究？之前了解过一点，但我感觉汽车发动机未来的出路是新能源发展方向，正好我想给自己做一个车子，准备就用这新能源来代替原来的技术。现在的新能源都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我推测10年之内，还是燃油车占据主导。李教授，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发展新能源，并且替代原有的资源。看来蓝教授在民用涡轮发动机的现状不是特别了解啊。不过这也正常，毕竟隔行如隔山。老李头，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蓝兵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经很好了，你可别撺掇他去搞什么汽车呀。就算是把汽车做出花来，也比不上战略工程。知道，看把你紧张的。其实还算了，造汽车的事就交给我们这些人吧。等下一代最新款的车出来，我第一个送你。啊，谢谢李老，全球限量5辆的帕劳尼我都不要，我会要你这部车。老五头，你这老狐狸，真是生了个好孙女儿。有本事你们也去生啊！晚会结束，所有人都走了。蓝教授，我还是想要向您了解一下，您所说的那2架战斗机何时能够生产出来？这个还真不好说。都需要准备什么？我需要看看现在的生产技术，评估到底需要多少改造和升级新的战斗机。好，我马上给你送来。其他的呢？暂时没有其他需要。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千万不要客气。3天后，蓝兵结束了发动机性能的测试，而整个测试结果也作为最高机密被封存了起来。蓝兵再次回到了龙科院。这小子好像瘦了啊！你怎么也不看着点？现在不知道珍惜，以后有你哭的时候。爷爷，你说什么呢？再瞎说，我不理你了。现在黑龙1号已经修建的差不多，预计3个月之后建成，应该会有剪彩和完成仪式。你把他的时间给空下来。3个月？他现在这么忙，我不知道他3个月之后是不是有时间。你给他先安排上吧，就算爷爷求求你了。那好吧，不过不能给他安排太多的工作。嘿，这还没怎么样呢，你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你要再说，就不让他去了。好，爷爷错了。哎，女大不中留啊。我秘书不好了。怎么了？您看看这个，
我们拿着蓝教授的数据发了2篇文章，现在被棒子国举报了。他们说我们是剽窃和抄袭，还说他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电磁炮武器，要我们龙科院撤稿，并且主动给他们道歉。棒子国，无耻！这数据和他们棒子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拿出证据说他们有原始数据。接着，张杰就把照片再次递了过来。无耻，无耻透顶！是哪个家伙这么无耻？偷了数据还敢倒打一耙？是棒子国3颗星集团的电磁物理学教授朴富成。这件事情只能让蓝冰来解决了，我们都没有能力去应对。很快，吴静静带着几人走到蓝冰面前，说了事情的经过。嘿，果然是无耻之徒啊！抢东西抢习惯了，他们想要怎么样？他们想要我们跟他们对峙，当着 Science 主审和各位专家的面当面对质辩论。呵，就他们也配？国际上的物理学家也怀疑咱们真的是抄袭。对了，他们说很快就要把电磁炮造出来了，到时候会在全世界面前试验，揭露咱们的抄袭事实。我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做？要去辩论吗？我没时间，他们试验电磁炮的时候，你告诉我。好，麻烦帮忙调查所有监控，另外把潘俊、周辉2年内接触过的人都调查一下，资料发我邮箱，要快。好，3小时后，吴静静接到了龙站那边发过来的资料，吴静静开始查看。潘俊和周辉每周5都喜欢挎包出门，这里靠，包里面装的都是纸质文件，每次去的还都是天河酒吧，一定有问题。羽毛球的动作要领就是，接着便开始了对战。羽毛球是用球拍打的，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巧生给造了出来，让抛弃我的前女友，还有和我相亲的海龟女博士追悔莫及。麻烦把天河酒吧的背景资料给我一下。天河酒吧是一个棒子国留学生崔明珠开的，她是3颗星财团董事会会长崔浩民的女儿。如果不出意外，所有数据应该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听到是周辉和潘俊2个人泄露了机密数据，吴静静的脸上忍不住暴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龙哥，他们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看该怎么处理。好，都是成年人了，犯了错就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另外，还请密切关注一下棒子国那边的动静，知己知彼，才能心中有数。你放心，我保证把信息第一时间收集给你。吴静静解决了机密泄露的问题，就再次来到了实验室。怎么样了？飞龙1号装备到现在的机型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确实有些障碍，现有的飞机设计太保守了。我本来想要在原有基础上改进，现在看来恐怕没办法实现了。你准备自己重新设计？因为咱们的材料有限，只能尽可能的保留原来的制造工艺，满足现有的发动机需求。我什么都听你的，你是最棒的。可是，一连3天，蓝冰都没有让自己满意的设计思路。走啊，继续设计飞机图纸。不行，现在必须休息，劳逸结合，不允许你再透支自己的身体。不如我们去打球吧。什么球？什么球都行，网球如何？我不会。那你会什么球？我会个球子啊，我还要设计飞机呢。其他的呢？比如游泳、跳绳等等。都不会，都不会。我教你吧，正好旁边有个羽毛球场，要求不高，运动量也还可以。一会儿咱们去7号羽毛球场集合。你怎么没换衣服？我就猜到你没有，刚刚临时给你买了一件，你看看合不合适？谢谢啊。呀，还挺合身的。羽毛球的动作要领就是，接着便开始了对战。羽毛球是用球拍打的，来，你再试试。好，不错呀，进步很快嘛。蓝冰现在也很兴奋，恭喜宿主通过运动将神经元刺激因子的药效得到进一步发挥，神经元数量再次增加30%，记忆力、分析力、反应力都得到进一步提高，请宿主继续。2个小时后，怎么样？是不是打完羽毛球舒服多了？感觉脑袋更加清醒，思维更敏捷了。本来对飞机的改造没有想法，现在我已经有了思路了。我要赶快回办公室做设计。吴静静在旁边默默地守着，不停地给他准备资料。第2天，吴静静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床上。你醒了？我什么时候睡着的？忘了，我看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就把你抱到床上了。我本来想要陪着你熬夜的，没想到半夜睡着了。没事，我一个人就行，下次你还是早点睡觉吧。那怎么行？你都没有睡呢。没事，我精力旺盛。对了，你一会儿帮我把这些资料准备一下。好，我这就整理。你先去吃饭吧。你完成了飞机的改进和设计？完成了。你把资料准备好，咱们就可以给上面打电话，告诉他们新的机型已经敲定。你就用1晚上就设计出了这个战机？也不能算是设计，只能算是改进，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改进。很快，蓝冰的图纸就被送到了航空航天研究院。
这就是你说的，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这就是你说的，只是做了优化。我确实没有重新设计，您看这战机的外形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哎呀，秒哉呀！这战机的材料也需要用偶元物，想要做到隐身，将各种能量波都给吸收掉，也还是需要不小的量。那些陨石中的偶元物含量也仅仅够生产2架战机。2架，这飞龙一代的研发总工程师非你莫属了。我可担不起这样的大任，还得是您老亲自主持。这怎么行？您放心，这飞龙一代是根据原来的骁龙6代改进的，整体制造工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管怎么说，这总工的名头是你的，我是副总工，小事儿我来解决，大事儿你出面。真的当不起？你若是当不起，就没人当得起。再说，你只需要负责大方向就行，其他的交给我就行。那我就斗胆当一回总工，挂个名头。哦，对了，你上次说想要自己设计制造自己的车子，我已经给你联系了龙汽集团的董事长杨万里，你若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和杨万里去谈。好，谢谢老廖。没有男人不爱玩车子的，如果有，那他肯定没玩过。蓝冰完成了飞机设计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研究院。这是最高机密，只有参加这个项目的才可以接触。我们就好奇，他到底做了什么改动？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它的性能给完美的发挥出来？我只能告诉你们，这款战机一出，绝对能够迅速刷新榜单，必将会成为最为耀眼的明星。你们就拭目以待吧。我给你们个机会，谁愿意参加这个项目？现在提交申请。我参加，我也参加，算我一个。这么好的项目，我岂能错过？现在这蓝冰在咱们研究院的号召力，可一点不比咱们差呀。是啊，蓝冰现在都快成科学界的网红了。正在蓝冰组建团队时，吴晶晶走了过来，向他汇报棒子国关于那篇电磁衰减论文侵权抄袭的事情。棒子又来叫嚣了，那边准备在3天后进行电磁炮试验，说要用现实结果来给咱们难堪，让咱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米国的 Science 主编也发表声明，若棒子国的电磁炮试验成功，就认定咱们是抄袭的，撤销咱们的稿件，同时永不录用咱们的论文。认定咱们是抄袭，直接撤稿，永不录用咱们的文章。呵呵，好大的笑话呀！你之前说他是哪的？棒子国3颗星集团的电磁物理教授朴不成。棒子国3颗星集团朴不成，好，我知道了，3天后找他们算账。一起算账？对呀，一起算账，谁也跑不了。好，我什么都听你的，那就让他们再蹦跶3天。棒子国居然剽窃技校生蓝冰的科研成果，还反过来诬陷龙国抄袭。其实大家已经习惯了，棒子国一贯如此。此刻，朴不成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蓝冰，咱们有的是证据，他们要是敢胡来，咱们就去国际法庭告他们。小事情，小事情，他们不是要去做试验吗？咱们正好也鼓捣一下，正好看看棒子国目前掌握到哪一步了。哦耶，我看好你。我这边鼓捣出一个小玩意，想要去试试，最好是公海领域。又是你所谓的小玩意儿？哈哈，是。好，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搞定。第3天，大蓝教授可以走了吗？走。东海青龙舰队首长，让我们在这里等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要在你们那里做实验。科学家做实验，怎么还把我们的舰队都给用上了？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龙王说了，这位科学家一人可抵100万军队，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首长，能透露一下具体实验内容吗？我不清楚。是不是您级别不够啊？连龙王都不清楚。啥？行了，别废话了，一定要确保这位科学家的安全。是，剑可沉，火可死，这位科学家必须活。刘战带着众人，标枪一般站在甲板上。你好，请问是刘舰长吗？我是蓝冰。这就是那个科学家吗？怎么看也不像啊。你真的是这次主导试验的科学家蓝冰？如假包换。你好，实在没想到您这么年轻。龙88号驱逐舰舰长刘战携全体官兵，欢迎蓝教授莅临，敬礼。各位辛苦了。蓝教授需要我们做什么？麻烦帮忙把这设备外层给拆了，把我的装备给安装一下。这好嘞，来几个人，按照蓝教授的要求，看看怎么安装。蓝教授，咱们装的是个什么宝贝啊？一个小玩意，电磁炮。啥？电磁炮？准确的说是电磁脉冲炮。Oh my god，厉害！棒子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他们已经进入3颗星大厦会场，发布会也开始了。呵呵，一丘之貉，跳梁小丑而已。看看这些人能搞出什么名堂。走，去看看他们的直播。今天开始，我的名字必将响彻世界，物理学上永远留下用我名字命名的公式。朴不成电磁衰减公式。朴教授，请问您如何评价龙国科学家不敢与您对峙的事情？哈哈哈，他们做贼心虚了呗。哈哈，那您准备怎么做？我要他们立刻撤稿，并且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给我道歉。没错，剽窃太可耻了，必须道歉。可耻的龙国，剽窃我们的粽子。
剽窃我们的端午，剽窃我们的泡菜，现在还要剽窃我的电磁学成果。可耻，让他们道歉。下面我就给你们看下电磁炮的威力。我宣布启动。看，8号卫星已经捕捉到了它的画面，测速仪显示它此刻的速度达到了6万米每秒。我的天，这就是电磁炮吗？太厉害了！现在你们看到的电磁炮了吧？这就叫事实胜于雄辩。朴教授有龙国的电磁衰减的幕后指导老师，想要给你通话。现在才想到求我，不觉得太晚了吗？让你们抄作业，你们都抄不好，就做出这么一个3流的电磁炮吗？看好了，一会儿好好感受一下那电磁衰减理论的终极威力。有本事就过来辩论对峙，只会躲在后面不敢露头。辩论、对峙，你配吗？你想用实物来证明，正好我也有些小成果，可以给你们试试。果然龙国的盗版能力是最强的，有的话就拿出来，打开摄像头让我看看。想看？你不配，不过很快你就能亲自感受到。切，故弄玄虚，龙国就是喜欢吹牛逼，说大话。突然，直播画面直接停掉了，信号怎么中断了？老板，不好了，咱们的8号卫星突然受到不明辐射干扰，彻底失联了。失联了？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就是突然之间失联的，备用线路也已经全部中断。查，尽快查。会长，不好了，咱们的8号卫星它报废了。什么？你再说一遍。真的是报废了，这是刚刚从航天部门传来的信息，电子元件多处被烧毁，这一切代表这颗卫星废了。原因呢？我们怀疑是受到了太阳爆发的强辐射电磁流干扰的。赶快给我调用别的卫星，无论如何也要把今天的直播完成，保证3颗星集团的形象。是，再次调用其他轨道的卫星进行信号传输，几分钟之后，信号再次恢复。不好意思各位，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劝你们龙国最好立刻道歉，否则我要彻底封杀你们。还真是顽固不化，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立刻承认自己的剽窃行为，然后跪下给自己3个嘴巴子，否则我可不敢保证刚刚的事情是否会再次发生。刚刚什么事情？我警告卑鄙的龙国人，你们必将嘟嘟嘟嘟。会长，不好了，咱们的卫星又坏了。啥？给我说清楚点。可能再次遇到了太阳磁暴，9号卫星也没了。你确定这次也是太阳磁暴吗？数据上应该是，不过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查看。马上调集第10卫星。是。很快，视频再次接通。考虑的如何？要不要再掉下来一个？你在说什么？今天你就等着被永久逐出科研圈子吧！哈哈哈，看来我再给你弄几颗下来，你才会老实点啊！说，又有什么事儿？会长，咱们的星链卫星第4、第6、第13也都废了。目前咱们多地的通讯已经完全中断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会长，你醒醒！会长，您怎么样？李俊义没有搭理他，眼睛盯着面前的电视转播。刚刚的礼物可还满意？一个一个来没意思，一下子来3个，是不是更刺激？你们的机会不多了，再给你们2分钟时间道歉。如果再把握不好，我看接下来是不是来个5星连珠。东海龙88号驱逐舰上。蓝教授，您的这仪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刚刚他们看到蓝兵拉开这电磁脉冲炮，朝天放了3炮。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卑鄙胆怯的龙国人，是不是敢抄袭？不敢承认，有种站出来！赶快给老子把嘴闭上！回去告诉你们杂志社还有诸神，以后我龙科院复兴楼的文章一篇都不会发表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上，因为你们不配。 Shit！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怕个锤子！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王，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会长，我是调不成啊，您怎么了？调不成，老子打的就是你，你让老子损失了5颗卫星，整整5颗，老子辛辛苦苦构建的3颗星星链，被你这混蛋给毁了啊！龙88驱逐舰上发生了什么？这个老东西怎么就挨打了？大蓝教授，您到底做了什么？蓝兵没有回答刘战等人的话。静静，再给他们放2炮。别放了，求求你，我们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都是这个混蛋抄袭，是他抄袭了你们的东西，还倒打一耙，让我去支持他，不但害了你，也害我了我。老板怎么突然就把自己给出卖了？我保证会给您道歉，并在各大网站、各大平台澄清道歉。这电磁衰减理论是你们发现的，他朴不成是小偷。在场所有人全部都愣住，都是他搞的鬼。说你是怎么剽窃龙国的成果，又是怎么一步步骗我们给你投资，让你搞这个电磁炮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老板，你告诉我，也好让我死个明白。你还有脸问我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你和他们做了什么交易？混账东西！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给我装？你说这些资料你从哪里来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崔浩民的交易，跪下道歉，
必须跪下道歉。老板，您不能这么对我啊！您当初可是混账，还敢胡言乱语！赶快给我如实回答！都怪我太利欲熏心，利用崔明珠，利用龙国留学生窃取了龙科院的成果，我有罪，我不该这样。真是混账东西！我现在代表3颗星集团对被盗窃的论文发表者做出道歉，同时以我个人名义赔偿500万美金，另外会在各大媒体上做出澄清。对不起，我们现在核实确认，那篇关于电磁衰减的文章是出自龙国，并没有剽窃嫌疑，还请以后继续多多投稿。回去告诉你们杂志社，还有竹神，以后我龙科院复兴楼的文章一篇都不会发表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上，因为你们不配。Shit， 他想要与整个西方文明隔绝吗？龙国人，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马上道歉，我可以当作你没有说过。我说你们不配，听清了吗？好，你最好记清楚自己的话，我会和你的领导好好谈谈。那我等着你喽。龙国88号驱逐舰上，大蓝教授，你有种！老刘，我佩服你。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怕个锤子！大蓝教授，现在整个学术权威和标准都还在欧米西方，若是您真的断绝了和 Science 和 Nature 的往来，只怕会遭到整个西方的孤立，甚至连国内的一些科学家也，这对您以后的发展很不利。放心，我自有分寸，以后咱们所有文章都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只怕这样就失去了跟他们交流的机会了。放心，到时候他们会求着和咱们交流。我支持你，回去我就给你筹办报刊的事情，我什么都听你的。还是静静最懂我。我是88号驱逐舰舰长刘战，请指示。我是航母总司令周正浩。你们刚刚做了什么？为什么在30海里以内的米国舰艇和航母突然集体后撤？这唯一的解释可能是蓝教授在试验的武器对他们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他们直接被吓跑了。具体做了什么试验，能把米海军吓退？具体真不清楚。蓝教授说那东西是电磁脉冲炮，还别说，那玩意也太厉害了，朝天开了几炮。棒子国3颗星集团的会长李俊义直接跪地求原谅。朝天开了几炮？对，具体在打啥我也没看到，甚至都没有看到实物的炮弹，只看到一节光柱飞天而去。其实就是利用强大的电磁干扰，将棒子卫星里面的元器件彻底损坏。虽然那些卫星还在轨道上，但已经完全损坏了。米国那边应该也同样的侦测到了，所以他们不跑还等什么？什么？真的是被吓跑了？听到这话，航母总司令周正浩的心中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终于明白驱逐舰可以沉，蓝教授不能出现意外了。仅仅是蓝教授一个小武器，就把米国吓得抱头鼠窜，真乃国之也。大蓝教授，您的这个武器能不能送给我？这东西也就是打一个措手不及。现在米国已经探查到了它的存在，回去之后肯定在加紧研究应对策略，所以你们留下也没什么用。真想要的话，我回去再改进一下电磁波段频率，到时候就会拥有更大的威慑力。行，我等着蓝教授的好消息。太平洋某海域，米国第9舰队司令坐在作战室中。这是我执掌第9舰队以来的第1次逃跑，是我一生的耻辱。索拉，你若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保证你见不到今晚的月亮。我们刚刚从棒子国获悉，3颗星集团5颗卫星被摧毁，疑似电磁武器。那又如何？电磁武器咱们也有啊。他们的武器不是电磁炮那样的物理攻击，而是电磁攻击，可以瞬间通过电磁脉冲销毁所有的电子器件，只需要一发，可能你整个航母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瘫痪，你连个电话都打不出去。真的有这么厉害？恐怕比这还厉害。难道我们以后就只能见了他们绕着走？我们正在加紧研究应对策略，目前必须避其锋芒，以防止受到更大的损伤。shit， 别 shit 你，我建议如果有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将蓝丁教授请到米国来。而与此同时，伊克特国王阿布拉2世同样获知了这个消息，可以直接在地球上打掉卫星的武器，马上联系龙国，马上就要，多少钱我们都出得起。听说这武器龙国军部都还没备案呢，恐怕这次没办法买。不过我听外界说，这件武器和上次研发出神木雷达的是同一个人。什么？同一个人？赶快联系！我们这次过去一定要拜访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我们伟大的恩人。拜访一定是要拜访的，咱们要准备一些见面礼，用咱们最为朴素的方式来表达咱们的敬意吧。把我的黄金王冠融了，给蓝教授打造一件奖杯。啥子？那王冠可是足78斤重呢。那还是打造成一个小鼎吧。听说龙国人最喜欢这些，把上面的钻也镶嵌上去。第一次送礼不能让蓝教授觉得寒碜。是。龙国燕京一个别墅中，蓝冰的前女友米歇尔坐在自己的床上。接下来的2个星期，你可要好好保养一下，以最为饱满的热情和精力迎接咱们最尊贵的客人。好。这次宴会，龙旗集团的少公子还有豪门2代很多都会参加，你可要好好珍惜，说不定就被那些大佬看上了。他们若是捧你，那简直前途无量啊！放心吧，康哥，
我很自信的。还有这次公司还有3个艺人也会参加，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要加把劲儿了。康哥，我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的。评论区为什么有很多3个一样的表情？今天终于破案了，原来是查按评论图标，然后就会成了，简单吧？这次技校生蓝冰让棒子国颜面丢尽后，回到了被重兵把守的龙科院。因为蓝冰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样已经惊动了上面。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要找蓝教授了解一下情况。不行，蓝冰他太累了，这几天甚至都没有休息好，明天再来问吧。我们着急呀，就问几句。对，就问几句就走。我还不了解你们，肯定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会，保证不会。哼，你是我爷爷，我还不了解你。怎么了？钱老、吴老，你们站在那里，怎么不进来？我们随便走走，怕打扰你休息，正准备走呢。爷爷你没事，进来吧。你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又想晕倒了是不是？我没事儿。那就不好意思了，嘿嘿。哼，不要耽误太久啊。大蓝教授啊，你们这次去做了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在猜测，各种真假消息都在盛行。也没有干什么，前段时间发表了一篇论文，被棒子给抄袭。这家伙抄袭也就算了，竟然还要倒打一耙，我气不过，就顺手做了个小玩意，给他们一点惩罚。小玩意，又是小玩意，是核动力电磁脉冲炮。没错，正好给棒子国来几炮，算是对他们的小惩罚。来几炮，还小惩罚？这么说，你是真的打掉了他们的卫星？算是吧，这么强的功率下，应该没有电子设备能够幸免。你真的废了他们5颗卫星？这个我是不是有点冲动了？是不是给国家添麻烦了？麻烦没有，绝对没有，打得好，非常好，狗日的棒槌，我们早就想要收拾一下了，看他们还敢剽窃不？没错，这帮无耻之徒早该收拾了。而且我告诉你，不但是这次棒子国被吓坏了，就连米国都被吓跑了。你做到了我们想做都做不到事情，牛！既然现在已经得到答案了，我们就放心了。上面说了，让你放开手脚干，把天捅下来，咱们龙国也能扛得住。谢谢大家，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让我们扬眉吐气，让我们洗刷耻辱。对了，军部那边想让我们问问你，你的这款电磁脉冲炮是否可以大批量装备？其他国家是否有可能会迅速赶上来？装备全军恐怕不容易做到，材料有限，最多也就做出3、4台而已。想再要更多，还得再寻找材料。3、4台够了，足够了。哦耶！至于其他国家想要模仿，倒不是不可能，不过他们想要完全造出和这个功率一样大的，恐怕不容易。这一下我们呢就放心了。放心，我心里有数。蓝冰，你的未来不可限量，放开手脚去做，我们会支持你，上面会支持你，整个龙国也都会支持你。谢谢啊。还有听说你这次把 Science 的副主编沙利文给对了。我觉得他们的评价体系对咱们不公平，所以我要建立咱们自己的学术期刊。我们都支持你办咱们自己的期刊，你想要多少人手，我们给你准备。蓝冰都已经忙成这样了，你们还要给他加担子吗？马上就好，我的好孙女儿。很快，创刊的提议被提了上去，而在获得创刊的消息之后，整个学术界都震惊了。军工研究院？什么？赶快联系蓝教授！我们军工研究院要做期刊创始会员单位，另外咱们投入10个亿资金。头衔上面有什么要求吗？要什么头衔？你怎么就不明白？这是蓝教授着手创办的，以后不但会成为整个龙国的标杆，也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标杆。准备20个亿，开辟所有的渠道，全力支持这个期刊。他科技局想要独占这期刊，不可能，咱们得占股。20个亿，占股？少废话，赶紧把事办了。航天航空研究院，蓝教授是咱们的名誉教授，他创建的期刊自然是咱们航天人的期刊，这个要全力支持。好，我马上拟定建议，让蓝教授担任总编辑。好，你赶快写，我先给蓝教授通个气。东海舰队司令周正浩同样知道蓝冰要创建期刊的事情，必须大力支持，我们海军全力支持。我会上报龙王，请蓝教授担任咱们的科学顾问。红墙内，主管科创的孙部长拿着手中的几份报告，脸上满是苦笑。一群奸诈的老狐狸们，都想要把蓝教授这个香饽饽抓到自己手里，想的倒是挺美。蓝教授确实太突出了，不到1年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现在破格给他授予院士头衔，也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是啊，从黑龙工程的可控核聚变，到可以装备潜艇和航母的方舟反应堆，再到后来的超级激光发射器神木雷达，都足以直接破格成为院士。天佑龙国，天选之子啊！这是咱们龙国之福啊！那您看这期刊是以哪一家为主？告诉他们，这期刊任何一家都不要参与了，这期刊由龙国直接承办，归属科创部，和龙国日报是一个级别。我当第1任社长。首长，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先报告给1号？这就是1号的意思。好，我马上去办理。蓝教授那里，你带我亲自去一趟。是。很快，一份红头文件下发到各个科研单位，为了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由科创部牵头创建科学期刊，孙部长任命为第1任社长，蓝冰教授任命为第1任特别顾问兼荣誉总监。不地道，太
太不地道了！孙部长怎么可以这么干？怎么可以给咱们截胡呢？太不厚道了。蓝教授是总编，咱们都是蓝教授的娘家人，多少还是有好处的。本来部长准备自己过来的，可是临时有个会议就给耽搁了，让我代替他过来。部长太客气了。上面想要你给这期刊起个名字，您看。这提名的事情，我是真没有资格。我才疏学浅，前面有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呢。有才谦逊，这真的才只有20岁。孙部长打来的。孙部，您好。你好啊，蓝教授，提名的事儿，还请您不要再推辞，这是1号的意思。啥？1号让我转达给您一句话：国士无双，我必以国士代之。蓝教授，你是龙国的骄傲，我代表龙国人感谢你，感谢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放手去做，龙国是你坚强的后盾。谢谢孙部，请您转告他老人家，有我蓝兵在，绝不允许任何宵小恶我龙侯。好，有志气，不如叫龙星如何？龙星，众人沉吟，品读着这名字的意味。蓝教授，那就这么定了。你作为特别顾问和荣誉总编，第1篇文章由你来发表，第1期的内容也都由你来选定和审核。放心，一定不辱使命。龙星杂志定刊由龙国科创部牵头创办，由蓝兵作为总编。评论区为什么有很多3个一样的表情？今天终于破案了，原来是长按评论图标，然后就会成了，简单吧？正好旁边就是商场，你们也出去吃点喝点，看看电影，听听演唱会啥的。切，谁要跟他去看电影？哎，你想看什么电影？当初蓝兵还是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技校生，女朋友也抛弃了他。之后蓝兵研发出核物理可控核聚变之后，通过未来图书馆的科技一发不可收拾，雷达、电磁脉冲等等远超于当前科技的产物都被他给造了出来，还成立了属于龙国自己的重量级科技期刊《龙星》杂志。狂妄的龙国小子，必须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谁才代表真理。这一纸声明发出，就等于是在学术界下发了国际封杀令。呵呵，想要把咱们彻底扼杀在摇篮中，想要把咱们彻底孤立起来。那些科学研究很多都是大财团、大的企业在投资，现在咱们突然要去搅局，要另立山头，等于是想要把科学重心转移，打破现有的学术格局。他们怎么可能会同意？我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如此狭隘。不过你也不用担心，至少咱们龙国会全力支持你，整个龙科院、军工研究院、航空航天研究院都会支持你。那就只能一力降十会了。你想怎么做？他们不承认，那就逼迫着他们承认。很快蓝兵那里就汇聚了将近300-400篇文章，保留这3篇，剩下的全部退了吧。这过高率还不到1%啊！蓝兵怎么样了？不太好，很多研究看起来很不错，其实是走入了误区，有些更是生拉硬套，还有些是误打误撞。那你现在选择了几篇？除了我自己这1篇，另外又选择了3篇比较好的文章。本来还想要再选择几篇，可是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第1期就发4篇文章算了。什么？只发表4篇？哪有这么办期刊的？开张就发4篇，是不是有些少了？是啊，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次可是老首长给你背书，动员全国才有这么多的成果，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宁缺毋滥，这是咱们的标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稿件，我宁愿他停刊。好吧，那就听你的，咱们宁缺毋滥。不过因为大家都是一腔热情过来的，所以你在拒绝的时候，尽量给人一个合理的理由，或者一些建议什么的，让人心服口服，不然……好吧，若是有些价值的，我就给回复一下；若是没有丝毫价值的，我就直接退稿。这哦，对了，之前说你也要发表1篇文章，你的文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哦，拿出来给我们瞅瞅。好，稍等一下，我让静静把文章拿过来。不一会儿，武静静就拿着一沓 A4 纸走了过来。这是你的文章？你这是不是论文？都快赶上专著了。蓝兵，你确认要做这个选题？你知道这个题目意味着什么吗？2位请接着往下看，看完咱们再说。10分钟、半个小时、1个小时，在快到7个小时的时候，终于看完了。想不到，我在临死之前，竟然还能看到这样伟大的发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死而无憾了。凭此1篇文章，蓝教授可跨越牛顿、爱因斯坦，成为又一座高山。何其有幸，竟然和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何其不幸，竟然和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物理学的尽头，这是物理学的尽头。吴老，钱老，不好了，钱老和吴老2人晕倒，被送往医院了。医生，我爷爷还有钱爷爷，他们怎么样了？2人情况不太乐观，很明显是受到了重大刺激，在他们发病之前经历了什么？蓝兵，你快看看爷爷和钱爷爷，他们看了你的论文之后就这样了，你给他们看了什么？你那论文上到底写了什么？蓝兵，是你吗？钱老、吴老，是我。蓝兵，你说，你是不是窥探到了宇宙的本源？是不是看到了宇宙的奥秘？蓝兵，你告诉我，我们物理学是不是走到了尽头？以后研究物理是不是再也没有意义？
宇宙的奥秘，物理学的尽头，就因为蓝冰的那篇文章。这难道就是2个人发病的起因？钱老、吴老，你们这么睿智的人，怎么也钻进了自己的牛角尖里面？当年牛顿觉得自己发现了宇宙的规律，但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些规律的由来，以为是上帝在操控着一切，所以转而投身神学。后来的爱因斯坦在微观层面同样发现了宇宙的奥妙，让整个物理学再进一步。后来爱因斯坦也委身于神学，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的文章相反，只是宇宙之源的开始，这只是成功向宇宙走出第一步，只是宇宙的开始，才脱离摇篮走出第一步，我们还差得远了。二位放心，物理学还有大片疆土需要开拓，我们终将面临星辰大海。吓死我了，我以为爷爷要……放心吧，老家伙们只是太过激动了。你给他们看的到底是什么？一个稍微有点超前的论文而已。这篇文章被放在未来图书馆影响人类进程的10大论文之一，是人类进入太空的根本。行了，没事了，不用担心。我说你俩别在这里陪着我们俩老头子了，没事出去走走转转，正好旁边就是商场，你们也出去吃点喝点，看看电影，听听演唱会啥的。切，谁要跟他去看电影？哎，你想看什么电影？我奶奶的，这么好的小兰，以后就成你老五家的了。怎么，不服气？不服气你也去找一个呀！你老狐狸，老油条，好孙女啊！爷爷给你找一个物理学天才，一个足以彻底改变物理学发展史的顶尖大佬啊！500年后，他的名字会如天空的星辰一般永远闪耀。蓝冰，咱们走吧，不和他们一般见识。走，现在惹了我，你以为自己走得了吗？放开他，我和你们走。呵呵，美女救狗熊，可惜老子还没撒气，谁也不准走。放开我，混蛋！放开我！蓝教授不见了。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吴老钱老身体没什么大碍后，蓝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中睡觉。恭喜宿主完成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奖励1000科技点，总计2500科技点。奖励星际飞船碎片4/10，奖励初级智能1.0制造技术。未来一定是智能化时代。系统任务：宿主在6个月内完成初级智能流水线制造，奖励1000科技点。请问宿主是否接受？流水线制造？这是个什么鬼？宿主可以理解为制造1纳米光刻机，并成功设计出芯片。这1纳米光刻机和芯片，你管这叫初级智能？系统确认该技术为初级智能或原始智能。好吧，又改名原始智能了，接了，搞，再难也要搞。任务发放，请宿主同时接受奖励。这竟然不是硅基芯片，而是碳基芯片，这些技术要求也太高了，就算是西方和美国现有的技术，也完全达不到啊！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我没事，就是有点头疼。你好，请问是中央保健组的林教授吗？蓝冰头很疼，希望您给帮忙看看。好的，我们马上过去。麻烦立刻准备直升机，蓝教授身体不舒服，需要立刻前往瑞金医院。咱们走吧。我就是有些头疼，这样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大蓝教授，您没什么大碍，以后要注意多休息，不能过度劳累。另外，您还是要多运动，这样活力和精力才足。谢谢林教授，现在知道了吧？你就是太过劳累了，要多休息，知道吗？走吧，正好今天出来了，咱们趁着散散步。昨天说看电影都没有来得及去看，今天听说有一部大片上映，咱们去看看。真的吗？走，看完电影，咱们再吃点好吃的。蓝教授，要不要封锁整个电影院和整条街？啊？不用吧，不用搞特殊。我在魔都生活了很多年，我相信魔都的治安。感觉怎么样？这电影好看吗？有点无聊，那个科幻片拍得太不符合实际，那种飞船设计的虽然酷炫，但是并不符合流体力学。人家应该请你过去做科学顾问，这样下次再拍的时候就不会再犯下这么多低级错误了。不去，没时间。你饿了吧？前面有个挺不错的云巅菜，里面的蘑菇特别好吃。会不会太贵？我说蓝冰，你可是拥有几百亿研发资金的大教授，还吃不起几个野蘑菇？那个是国家让我做实验用的。算我请你的，行了吧？那行，好吧，走着。两人吃饱喝足，路过一个商场。你哪里来这么多钱？我大哥给的，他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些歪门邪道，挣了一点钱。等下周去燕京，我介绍给你认识。好啊。一点公德心都没有，这大晚上的还弄出这么大的噪音。眼瞎了？横在马路中间，想死吗？害得老子输掉了比赛，想死是不是？你骂谁呢？这是斑马线，开车应该让行人，不知道吗？哎，瑶瑶，李腾，你不行了，碰到了硬茬了吧？看来你这魔都第一少的身份不好使。刚刚老子就应该一脚油门撞死你们这对狗男女。你嘴巴放干净点。这也就是国内，倘若在加拿大，老子刚刚就直接撞死你。
你每个月3、5千的工资能支撑你这么给我说话吗？蓝冰，咱们走吧，不和他们一般见识。走，现在惹了我，你以为自己走得了吗？那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魔都，是法治之地，你们要是敢乱来，法治幼稚，老子有钱就是敢乱来，你能把老子如何？你还敢还手？哥几个上，弄死他！出了事儿，老子兜着。李腾老爸是魔都首富李正先，在魔都根深麦广，政商两界通吃的，还敢瞪我，不服气？看老子怎么玩死你！把他们给我弄走。他是龙科院教授，放开我们，不然你们死定了。龙科院教授，哈哈哈！放开他，我和你们走。呵呵，美女救狗熊。可惜老子还没撒气，谁也不准走。放开我，混蛋！放开我，不然我让你们好看。小姑娘，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你怕是不知道李少是谁。你又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管你是谁，难道比李少还厉害？其实我就是个技校生而已。龙战不放心蓝冰的安全，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刘星宇跟随保护。不过刚刚因为内急去了一趟厕所，蓝教授不见了，立刻将情况报告给了龙战。报告，蓝教授行踪丢失，请求立刻排查。龙战，你是干什么吃的？蓝教授有个3长2短，你死100次都不足以顶罪。我立刻调查所有监控，协调武装部飞虎队，听候差遣。立刻封锁所有魔都进出通道，找到蓝教授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几分钟之后，局长，查到了，蓝教授好像被人绑走了。查，赶快给我查，到底哪个不开眼的敢动我龙国蓝教授？报告，动手的是丰源地产的独子李腾。调集所有队员，协调武警、飞虎队，无论如何也要确保蓝教授和武静静的安全。是，同一时间，老子要你们警卫连干什么用的？去把蓝教授给老子接回来，出了一点问题，老子拿你试问。是，什么？蓝教授被绑了？谁这么大的胆子？立刻召集魔都的陆战队员，不惜一切代价，务必给我把蓝教授救回来。是。综合区上河清苑别墅，怎么回事？直升机4架，直升机有4架。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庭院中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群伪装在墙角、手持长枪、全副武装、面含杀气的武装人员。都给老子蹲下！这是真枪？妈，我要找妈！我不想死，投降！我投降！蓝教授，对不起，是我疏忽，我错了。没啥大事。现在我知道你口中的李少是谁了，你知道我是谁了吗？